今天我们来聊万历15年。先闭眼，把时间拨回400多年前，公元1587年，大明万历15年3月初2，北京城天还没亮，发生了一件极其荒诞的事。紫禁城里，文武百官突然像疯了似的，在黑夜中跌跌撞撞冲向皇宫大门，因为他们听说皇帝要临时早朝。大明早朝规矩极严，迟到就要罚俸禄，重则挨板子。于是几千官员在午门外挤成一团，天黑人多，现场发生严重踩踏，有人鞋跑丢了，有人被挤倒在地，甚至传来哀嚎声。可当满头大汗的官员终于挤进皇宫，等来的却是让他们傻眼的消息：24岁的万历皇帝根本没下过上朝的指令。假消息是谁传的？没人知道。这事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万历15年开篇的第一个镜头，一场毫无意义的巨大乌龙政治闹剧。这一年，大明没发生改朝换代，没外敌入侵，没流民起义，看似风平浪静。可在黄仁宇先生冷峻的大历史观里，这个平淡年份正是大明帝国走向脑死亡的起点。为什么？黄仁宇给出全书最锋利的一个判断：中国2000年封建专制死于无法用数字精确管理，死于拿道德代替法治，用圣人标准要求庞大官僚系统，结果只能是表面仁义道德，背后全是男盗女妃，整个帝国变成一台彻底卡死的庞大机器。今天深夜，我跟你聊这本几百年前的旧书，是因为书里的死局离我们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突然感到无力？你在大公司或庞大体制里，身边全是聪明人，大家天天加班内卷，可整个组织却像一艘漏水的巨轮，不可挽回地滑向平庸和衰败。你想做点事，到处都是掣肘。你想躺平，又被各种隐形规矩鞭打。为什么优秀个人在僵化系统里注定一事无成？为什么看似完美的制度最终把所有人都逼成两面派？今晚我们就踩着万历15年的脉络，一步步走进大明深水区，看看那些最聪明的大脑如何挣扎，又如何被系统吞噬。推开紫禁城沉重的大门，大明权力金字塔顶端站着3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和申时行。黄仁宇用极克制的笔触写出了一个被俘虏的皇帝和2个试图拯救帝国的职业经理人的悲剧。先说万历皇帝，很多人印象里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罢工皇帝，近30年不上朝，大家理所当然觉得他懒、荒淫。可黄仁宇翻开实录，揭开了一个残酷真相：万历的罢工不是懒，而是一场绝望的无力非暴力不合作。万历9岁登基，前半生被文官集团，尤其是首辅张居正，拼命塑造成完美的道德符号。他不能有个人情感，不能有业余爱好，连练字练得好都要被制止，说会玩物丧志。万历忍了，他以为只要做成文官集团设定的完美圣君，就能真正掌控帝国。直到2件事彻底击碎他。第一件事，他深爱的郑贵妃生了儿子，想立这个小儿子为太子，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父亲偏心小儿子，可当时却引发长达15年的征国本事件，满朝文官疯了一样上书反对，理由只有一条：长幼有序，这是祖宗之法，是帝国道德根基。万历发现自己连决定继承人的权利都没有。第二件事，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万历震惊地看到，这位满嘴仁义道德，要求皇帝省吃俭用的首辅，不仅贪污巨款，生活还奢靡到极点。回老家坐的是需要32人抬、带一室一厅和独立卫浴的超级大轿子。皇帝的3观彻底崩塌。他突然明白，所谓祖宗之法、仁义道德，不过是文官集团用来约束他的工具。
在这套系统里，皇帝不是人，而是一个供在神坛上的牌位。这像不像今天某些庞大僵化的机构，最高领导者自以为大权在握，其实早已被底层流程和中层利益彻底架空。他下达的指令总被各种合规理由挡回，他想提拔的人总通不过人事部门的硬性考核。看透这场虚伪游戏的万历，选择了最消极的报复。我惹不起，躲得起，我不上朝，不批奏折，不提拔官员。大明这台机器，你们爱怎么转怎么转，我不伺候了。接替张居正收拾烂摊子的是申时行。历史上申时行一直背着和事佬软骨头的骂名，可黄仁宇给了他极高评价，因为申时行真正看透了大明系统的绝症。张居正在位时推行过严酷的考成法，相当于现代企业极其严苛的 KPI， 所有官员必须按时完成税收和工程，完不成就降职罚款。这套系统短期让国库充盈，可张居正一死就被全盘推翻。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人性底层逻辑。明朝官员合法俸禄低得可怕，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要自己种菜，买2斤肉都能上热搜。绝大多数官员必须靠灰色收入才能维持体面生活和官场交际。张居正用圣人道德制定 KPI， 却不给相应利益回报，这不仅是逼人跳崖，更是砸了整个文官集团的饭碗。申时行看懂了这一点，他提出阴阳之理，帝国阳光面是四书五经、仁义道德，天下苍生；阴影面是私心、灰色收入、人情世故。要把大事做成，绝不能像张居正那样把阴影面彻底赶尽杀绝。他在两者之间走钢丝，对下属极其宽容，用诚意感化年轻官员，甚至默许适度腐败，只求维持表面和气，让帝国破船继续往前开。大家代入一下申时行的视角，这不就是今天那些夹在老板和基层之间心力交瘁的中层管理者吗？老板要业绩，员工要生存，你看透公司僵化制度根本不合理，却不敢大刀阔斧改革，只能每天做情绪按摩，到处和稀泥，用人情世故润滑这台生锈机器。可申时行还是失败了。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底层言官根本不理解他的苦心，用最严苛道德标准疯狂攻击他是首鼠两端的贪腐庇护者。最终这位苦心孤诣的和事佬只能黯然辞职。权力棋局里，万历躺平了，张居正被清算了，申时行被赶走了。大明高层至此全军覆没，系统彻底陷入死循环。既然高层无力回天，那些极其纯粹、极其优秀的个体能靠自己力量突围吗？黄仁宇在中后期抛出3个惨烈样本：道德极端的海瑞，妥协实用主义的戚继光，思想死胡同的李孔。先看海瑞，民间传说他是青天大老爷，可在万历15年的真实史料里，海瑞是个让所有同事、上司甚至皇帝都头疼的古怪模范。他的死结在于试图把朱元璋200年前制定的早已脱离现实的农村道德规范一丝不苟强加给已经极其复杂的商业社会。书里有个细节，海瑞清廉到极点，他母亲过寿，去市场买了大概2斤肉。这消息瞬间引爆整个明朝官场，连总督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当他被任命为应天巡抚，也就是今天苏浙沪一带最高军政长官时，面对复杂土地兼并问题，他判案的原则让人后背发凉。凡是打官司分不清对错，就宁可委屈富人，保护穷人。这就是黄仁宇说的用道德代替法治。在海瑞眼里，穷就是正义，富就是原罪。他不看地气，不看合同，不看商业逻辑，只看谁更可怜。结果江南富户纷纷逃亡，大量田地荒芜。
原本发达的商品经济硬生生被极端道德逼停。大家想想，今天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现代组织里，如果有个完全不懂业务逻辑，只拿着一本冷冰冰员工手册和绝对政治正确，到处生搬硬套的合规巡视员，他究竟是能拯救公司，还是把所有干活的人都逼死？海瑞的悲剧在于，它是一把毫无瑕疵的道德利剑，可大明这台机器需要的却是让齿轮转动的润滑油。既然道德洁癖行不通，我们换一种活法，看看抗倭英雄戚继光。戚继光是个真正的天才，但他绝不是道德完人。他深知大明军政系统已经烂透，靠国家正规军根本打不过倭寇，必须自己招募农民，建立私家军、戚家军。可养兵要钱，买火器要钱，在那个连发工资都要靠灰色收入的体制里，钱从哪儿来？万历15年揭露了一个残忍真相：戚继光战无不胜，是因为他彻底向文官集团的腐败规则低头。为了搞到军费，为了不让言官背后捅刀子，他不停向上司，尤其是张居正送重金，送稀有海狗肾这种壮阳药，甚至送重金购买的美女。他在前线浴血奋战，在后方却要像卑微乙方一样疯狂讨好那些坐在办公室拿着 KPI 考核他的文官大佬。戚继光用自己的道德污点换来了大明东南沿海的太平，这是一种多么凄凉的实用主义！这像不像今天某些为了推进极其艰难的项目，不得不自己垫钱，违规请客送礼，向各种僵化流程低头妥协的业务骨干？你把事干成了，可你的手也脏了。张居正倒台后，这位帝国最伟大将领立刻被清算，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孤独死在老家。当道德极端和实用妥协双双失败后，大明最聪明的大脑陷入彻底虚无。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人物，思想家李通。李孔看透了一切，看透满朝文官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他做出一个绝望举动，剃光头发住进寺庙，却拒绝受戒。他写焚书、藏书，疯狂攻击虚伪理学世界，甚至公开承认人就是自私的，不自私的人根本不存在。可他悲哀地发现，虽然看透了这套系统，却依然要靠系统里官员朋友的接济才能活下去。他找不到任何新出路。最终76岁的李空在北镇抚司监狱里向狱卒借了一把剃须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皇帝罢工，首辅惨死，清官无用，名将背锅，思想家自刎。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躯体里，所有最聪明、最用力的人最后全部走向身败名裂？黄仁宇用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词给大明下达死亡判决书：缺乏数字管理。这听起来冷冰冰，可万历15年有个极其荒唐的历史细节：明朝税收制度长久以来竟然不依靠统一货币结算，而是让地方直接缴纳实物。比如南方某个县今年被摊派的税收是几百张弓、几千匹布。更离谱的是，朝廷经常要求底层农民自己出路费，把这些物资跋山涉水运到北方边防军营交差。这意味着拥有千万户口的庞大帝国，中央财政连一本清晰精确的现代总账都没有。大家想象一下，这就像今天一家几万员工、市值1000亿的跨国巨头，没有 ERP 系统，没有财务软件，各个分公司之间居然靠互相运送土特产和办公用品来结算 KPI。 在这样一笔彻头彻尾的糊涂账里，国家怎么管？大明给出的终极方案是，既然账算不清，那就不要算账了，我们来算道德，用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朱元璋皇明祖训，强行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大公无私的圣人。大家代入一下戚继光的视角，你是一线业务骨干，要在边镇防线抵御强悍蒙古骑兵，可兵部调给你的物资全是一堆对不上账的烂木头和生锈刀枪。
你想打胜仗，想干成事，就必须像戚继光那样自己搞小金库，请客送礼，讨好首府。这像不像今天在僵化体制内想要做事的我们，为了推进一个对公司生死攸关的项目，不得不应付无数形式主义盖章流程，低声下气求那些只懂合规检查却根本不懂一线死活的后台部门，被逼着用违规手段实现正当目的。你再代入一下万历皇帝的视角，在长达15年的征国本事件里，满朝文官像念经一样拿着200年前朱元璋定下的祖宗之法，逼着万历立他不喜欢的长子为太子。这又像不像今天一个被大企业并彻底绑架的现代高管？你发现公司业务严重老化，想做必要战略转型，可庞大的中层管理团队拿着10年前的企业文化和创始人语录，死死压住你，用道德绑架你。你名义上是掌舵者，实际上只是这个僵化系统里一个用来走流程的签字机器。这就是万历15年最核心的悲剧。当一个系统拒绝用精确法治和客观规则运转，而是把所有压力都推给个人道德时，这台机器就注定在巨大系统性内耗中走向崩溃。在这个死局里，高尚的人因为不切实际而变得荒谬，能干的人因为必须妥协而沾满污垢。那么看透这一切，黄仁宇究竟想借这段历史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生存定论？他不灌鸡汤，却在全书结尾做出冷酷审判。大明帝国的灭亡从来不是因为几个昏君或奸臣，而是死于一种不可逆的系统性衰败。书中记载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历史对比。公元1587年，大明最聪明的精英们正在紫禁城里为万历该立哪个儿子当太子而疯狂上书，甚至不惜以死相逼。而就在同一年的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年轻人正在悄悄统一建州女真。这就是万历15年砸向现代人最重的一锤。当一个庞大的组织陷入深度内部消耗，把所有聪明才智都浪费在征国本这种毫无意义的合规博弈与道德死循环中时，时代大门外的野蛮人已经举起了刀。处在这台不可挽救的机器里，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从这些人物的血泪里，可以提炼出一种极其现实的生存哲学：在无法改变的系统里，保持清醒的悲观主义。清醒的悲观主义，就是你要像申时行那样，彻底抛弃对完美制度的幻想，认清大明的运作就是一本摆在明面上的大明律和无数条藏在桌子底下的潜规则构成的。不要像海瑞那样拿着一本冷冰冰道德手册去和几万同僚的生存本能死磕，最后不仅救不了苍生，还会把自己逼成无人敢用的怪物。就是要像戚继光那样，在彻底看透文官集团的腐败与僵化之后，依然能咽下委屈，学会在烂泥里打滚。他送礼，他妥协，他违规，但他借着这套肮脏规则，硬生生拉起一支战无不胜的戚家军，把手头那点微末实事做成了。认清系统的无望，却依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寸之间寻找微光。哪怕你深知这艘破船最终注定要沉入海底，现在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1587年3月初2那个凌晨，那场因为假消息引发的百官狂奔，午门外丢失的鞋子和绝望的哀嚎，看似荒诞，却是一个帝国末日的精准预演。在缺乏精确管理和法治的黑暗中，所有人都在盲目奔跑，互相践踏，却不知道终点在哪儿，更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带一丝怜悯。40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各种庞大的系统之中，每天打卡、开会、汇报、内卷。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还在那场没有尽头的早朝里奔跑，天依然很黑，人依然很挤。可今晚读懂了万历15年的你，
只要心里清楚这台机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认清了这悲凉的底色，你就不至于在这场随波逐流的狂奔中彻底迷失自己。夜深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深夜读书，这里是为你拨开历史迷雾的解书郎。愿你在冰冷的系统里，依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星烛火。晚安。